国当然是在整个世界经济还是扮演这个领头的一些角色。那当然啦，我们看起来这个目前所说的通膨也已经触及到40年的新高。那我们看到包含升息、包含 QE， 也就是量化宽缩政策，有可能开始要来做一些退场的部分，大家就很担心那拜登未来的美国的整个经济的一些发展的走向，那会如何？在今年会如何？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美国经济的发展，大家就很关注啦。那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的态度会不会改变？这部分我们请教一下陈老师，您大概会怎么分析、怎么看待呢？我们一看一个国家的股市应该是企业经济表现的这个反应，当然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那么先来看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拜登上任以后的政策，就首先是疫情方面。执政下差不多1年的拜登面对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任内因为新冠病毒死去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川普任内。今年年底，去年年底，美国的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达到80万人，其中呢，2020年川普任内死亡的是38万5千人，而拜登的第1年，疫情减轻了，死亡人数却高达42万人。在这方面呢，有一些州曝光了一些奇怪的情形，就是拜登上台以后有一些医院和州政府会出钱给这个因为其他原因死亡的病患家属，让病患家属同意把非疫情死亡的病患统计成疫情致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美国民众对民主党政权操纵疫情数据的这个动机。他是不是想为了继续操纵选举，强行推行邮寄选票呢，在做准备？另外呢，就是不少共和党主政的州已经自行宣布放松疫情管制。那么结果以后呢，是放松管制后，疫情并没有恶化。目前是拜登下的3道联邦的疫苗接种令，但是这道命令在几个州被法院裁定越权了。另外呢，白宫要求医疗人员和大公司的雇员接种疫苗这件事儿，这个命令也被告到了最高法院，1月7号开始审理。那么这也是涉及到联邦的政府和这个联邦的行政部门是不是越权的问题。那除了疫情问题之外，拜登的其他国内政策也引起了大量的争议。拜登上任之初民主党通过了一个高达 1.9 万亿的救市法案，结果因为发放的额外救济失业救济过多，反而造成了低收入人群就业意愿下降，反而各行业呢人手不足了。同时这个经济政策也造成了很高的通货膨胀。那去年11月的时候，美国物价是比这个上一年的同一个月上涨 6.8%， 是1982年以来的最大的涨幅。那这个不断上涨的开支呢，正在冲击着家庭的生活。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就相当于中央银行，它是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监管货币发行和流通，也要稳定美国的金融。那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是非常清楚的，美国通胀要是这个居高不下的话，主要是源于这个拜登政府滥发货币。那么拜登上任以后呢，曾经想让美联储和民主党那个大政府乱花钱的经济计划服务。这个拜登甚至打算提名一名社会主义者，叫做奥巴罗瓦，去担任美国货币监理署的主计长。这个奥巴罗瓦是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是公开主张美国的银行业要按照苏联的国家银行的模式实行改造。那去年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华尔街日报》曾经发表了3篇编辑部评论，对这种态度表示高度担忧。那么为什么拜登会这样做？因为拜登和美国民主党掌控这个众议院的国内政策有一个基本特点，那就是用左派的这个政治理念来改造国家、改造社会。因此在经济上就有一系列大手笔乱花钱的需要。比方讲，他们要设想要全面推动绿色新政，走德国现在正陷于困境那个绿色能源道路。当还想改变现有的医疗保险体系，每年耗费数万亿美元，
用全民健康保险来覆盖所有人口，包括硬性闯关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他们也想扩大非法移民人口，为非法移民提供所有的社会福利和选举权，从而改变选民结构，把民主党的统治建立在外国人投票支持的基础上。他们还想模仿罗斯福大兴公共工程，学中共那个政府举债搞基础建设的那个模式。那么所有这些政策设想呢，全都要靠无限扩大财政赤字来实现的。而这些政策设想呢，主要都是民主党内占少数的极左派提出来的。那在白宫，副总统哈里斯就是极左派的代表。那拜登上任1年以来啊，民主派就是民主党内的这个极左派，依靠他在教育界、媒体还有文化界泛滥的这个极左派马克思主义思维，一步一步的裹挟着民主党的温和派，不断把民主党这个国内政策走向左转，再向左转。那么极左派他是不关心国际事务的，也不担心财政举债过度，他们喜欢是依靠债务发展经济这种模式，就是所谓的债多不愁。那么这种想法呢，是可以从这个后凯恩斯主义的这个现代货币理论，就是 Modern Monetary Theory， 从这个理论当中找到一些说法。美国现代货币理论的代表人物呢，是叫做 Randall Wray。他的主要观点是说，一个能够以本国货币举债的国家，它永远不会债务违约，因此美国可以用美元举债，只要多印美元就能还债。与此同时呢，他还认为说，通过提高税收就可以避免通货膨胀。这个理论是兴起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小布什、奥巴马都大肆举债。2016年12月的时候，奥巴马离任，留下了20兆债务，其中4兆是小布什造成的，16兆是奥巴马造成的。那么现在美国这样的物价迅速上涨，开始引发民怨，导致了拜登的民调支持率明显下跌。那拜登想把美联储当作行政当局的印钞机来用的这个企图呢，也越来越难以实行了。那民主党的温和派当中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唱反调。最近民主党有一个参议员曼钦，是弗吉尼亚州的，他就果断坚决地顶住了来自民主党内的压力，对拜登的基建大投资计划投反对票。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那个拜登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流产了，没有办法在参议院通过。而且还有10几个民主党现任的众议员已经宣布，明年中期选举的时候要退出竞选，这样的话会导致民主党面临中期选举危机。那么对于依靠债务发展经济这种模式，民主党方面批评的人也很多。比方讲，奥巴马有一个前经济顾问，也担任过克林顿的财政部长，他叫做 Lawrence Summers。他给华盛顿邮报撰写评论就说这个现代货币理论是巫毒经济。他比喻是说，政治家对经济承诺高的脱离现实，而且说现代货币理论是通往灾难的道路。那么现任的这个联储会主席鲍威尔去年3月也对参议院的银行委员会表示过，他说，对于那些以本国货币欠债的国家而言，债务不是问题的这种想法，在我看来是大错特错的。那么从今年1月开始，美联储可能会逐步收紧购买财政部的这个国债规模，3月中旬以前呢，可能会结束疫情时期的购债计划，这就导致会收紧政府财政滥发钞票的做法。另外呢，美联储今年可能会加息3次，以便遏制通货膨胀。但是拜登毕竟只当政1年，他的国内政策屡屡受阻，因此对企业界的经营冲击还不大。而美国的大多数企业呢，现在都开始适应了疫情冲击了，发展出一套疫情下正常经营的模式。企业的破产数并不多，除了现在零售和餐饮业没有办法完全恢复业绩以外，许多以技术研发和软件开发为主的企业，在疫情状态下通过远程上班是照样保持经营活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股市去年是连续第3年大涨，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今年分别上涨了19%和22%，
实现了这个1999年以来的最佳3年表现。那么去年年初的时候，接受《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曾经预言说，美国经济2021年将增长3.7%。那实际上，去年美国经济可能增长5%以上。失业率呢，则远远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那么今年呢，美国会开始为拜登的经济政策付出代价，不仅仅是通货膨胀率会继续上升，而且因为联储会加息，会影响到股市行情。美联储加息可能是在今年3月以后，那个时候呢，债券市场上美国国债的短期收益率会暴增，会攀升。但是目前美国国债的长期收益率仍然停留在2%以下，那么国债的长期收益率很低，这就会使美国经济的借贷成本不至于迅速上升。但是呢，联储会加息以后，银行贷款利率会上升，使得美国经济放缓。那关于美国企业界今年的表现，有不少行家认为说，企业利润今年仍然可能实现2位数的增长。那一般情况下，美联储刚刚开始加息的年份股市通常是表现良好的。那么美国经济为拜登当局的错误经济政策付出代价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导致拜登当局在应对中共威胁方面乱了阵脚呢？实际上我觉得恰恰相反。因为如果拜登当局的经济政策一帆风顺，当然那是不可能的。那假设他一帆风顺，那会怎样影响到白宫的对中共政策呢？那如果拜登当局的国内政策一帆风顺，那他在国际事务上就会让白宫的决策圈呢更多的受到民主党内极左派的影响，而民主党的极左派在意识形态上是亲共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对美国的反共盟友来说，拜登推行民主党极左政策的失败，恰恰是反共盟友们的福音。因为当拜登行政当局在国内事务方面碰到一头包，中期选举可能面临危机，会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这个情况下，他为了保住国内政坛上不要因为国际事务决策错误而进一步失分呢，他会比较小心翼翼地应对中共，他也不太敢做让拥抱熊猫派高兴的事情。那过去这1年，拜登当局在应对中共的关系方面就是这么走过来的。那今年我们可以预期拜登的注意力会进一步转向国内政策，那么在国际事务上会继续小心翼翼。这种情况下，美国行政当局在民主党内的温和派共和党和军方的压力下，会延续去年以来对中共政策的方向。那么中国经济的下行和日益艰难，也会给美国商界这个拥抱熊猫派不断的给他们头上浇冰水。